经过几周的这个辛苦的努力啊，我们后院已经非常不一样了。我们首先是把这个 deck 修完了，这些顶棚也搭得非常好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是找人修了一个这样的 paving。这期视频我们需要做3个工作。第一个是在石板的末端建一个木头支撑的石桌子，这样就可以多一个台面，平常烧烤或者活动都会非常方便。高出来柱子也会连上木条，作为风车茉莉的爬架。第二个就是在后方做一个台阶的分割，因为我们的院子整体前低后高，所以后方的泥土要全部移除会非常的麻烦。做一个台阶之后，既可以保留后方的这一块泥土，又可以让后院变得更有层次感。那么最后就是在侧面后方的泥土上铺上石子路，既保持美观，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变得泥泞，更不影响植物的生长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的桌子了。桌子的4个角要用到这些4×2的立柱，就像固定围栏的立柱一样，在地面上挖一个大概20到30厘米深的洞，然后放上立柱，最后再倒上 post mix 和水混合，等干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稳固了。不过为了确定桌子的大小和间距完美无缺，这个 post mix 要等到最后再放。测量好距离之后，我把4个洞挖完，然后在3个角上放上了这种2.4米高的立柱，以方便一会儿装植物爬架。而最靠内的一个角则保留了和桌面同样的高度，这样不会影响台面的使用。桌子的4边呢，用的是同样的木梁，短的2边比较好安装，量好尺寸，然后用螺丝固定在立柱上就好了。长的2边就比较复杂一些，因为是户外，我用了青石板作为桌面。但青石板呢不太好钻孔和固定，所以最好的固定方法就是在长的木梁的侧面切出这样的卡槽，让青石板可以自然的落在卡槽中间，这样就相当于有一圈木头把台面给包裹住了，既美观又结实，而且青石板比较重，也不需要担心有风啊或者撞击让台面飞起来。我把侧面的木梁切成合适的长度之后，然后把相邻的2边用一个小的圆盘锯各切掉一条缝，切出一个卡槽。我把它固定在刚刚做好的立柱之后，把第一块青石板放上来试了试，发现这样的尺寸非常完美，于是我就开心的把桌子的4个边全部按计划固定好了。可是当最后把所有的青石板放到桌面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千算万算还是测量错了一个尺寸，好像有一个小问题。我之前计算的时候，这2边总共是150厘米嘛，然后我想这2边的立柱应该比150厘米小，石板还可以再搭到这边的柱子上，所以我切的是145厘米。但是装完之后发现2边的立柱应该是150厘米，所以我整个就少了5厘米。这块石板就放不下去了。现在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把这个木头切掉一小截，然后把这个石板再搭到这边的木头上。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这块石板切一下，如果要美观的话，可能就只能切石板了。我需要把最后一块石板裁掉一块，但因为我暂时没有合适的角磨机的刀片，所以桌子就只能先放上2块石板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用 post mix 把4个角给固定住。post mix 相当于是混凝土和水混一混，倒在这个4个角的里面，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架子支架给固定住。和之前刚刚做好 deck 一样，这个桌子刚刚完工，就有人要来标记它的领地了。今天我们吃猫猫烧烤，这么大一只猫已经摆上来了，你看这有15斤肉。第2步就是在后院的桌子后面做一个台阶了，这样既可以适应后院前高后低的地形，同时也不需要移动太多的泥土，让后院更有层次感。我用的是2节15厘米高的 real sleeper， 也就是枕木，除了埋在土下的10厘米以外，土上就可以提供20厘米的高度，正好是一个台阶的跨度。做 sleeper 第一步呢，就是在分界处挖沟，先把这个挖的地方给标记好，标记的线插上来之后，在这边一会儿再插一个，这个是我们这条沟的线。算是挖好了，就是这样一条。这一条沟里面呢，就是放 railway sleeper 的地方。第一块放的比较低，最下面铺一层水泥把它固定住，然后第2块放在第一块上面，用这种螺丝固定住。这2层高的话，它就会垒到这个高度。
挖完沟之后，我用水平仪找平了一下，然后把枕木放下来，用锤子敲打了一阵，尽量压实下方的泥土，然后又需要把枕木切成合适的长度。我们的后院的宽度呢，大概需要2条半的枕木，但枕木自身粗到我已经没有合适的切割工具了，所以只好用 Mightier Saw 切了1大半之后，最后手工来完成。接下来就到最后一步，把枕木固定在沟里了。除了沟前泥土的固定呢，还需要在下方用一些 Post Mix。在开始用水泥固定最下面 slipper 之前呢，还要先做一件事情，每一块的底端我都要转一个孔，得把这个先打进去，就打一半的距离，一半的距离露在外面，往下放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深的插到水泥里面，然后水泥凝固之后就可以很好的把 timber 给固定住。现在我们的沟渠已经完全准备好，沟的这些洞就是加深水泥固定 slipper 的地方呢，也已经做好了。所以下一步就是往沟里面倒水泥，翻过来插进去，等它固定了。最底下的枕木固定好之后，上面这一条就容易多了。我用了很多长15厘米的这种长螺丝，从侧面打进去，让上下的枕木连到一起。最后把沟两侧的泥土填实，我们后院的台阶就做好了。第3步是在侧面泥土的走道和后方的活动区域铺上青石子。在这一步，我们需要先把泥土铲平，然后铺上一层 weed barrier， 最后铺上青石子就好了。weed barrier 也就是防草布，是一片黑色的透水但不透光的塑料布。铺上之后呢，可以隔绝种子接触泥土，也可以隔绝阳光照进到泥土中，诱发种子的发芽，但又不影响雨水的渗透。在需要种植植物的地方，只需要把防草布剪开一个口就可以了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铺好防草布之后，就可以往上倒石头了。我买了整整1吨15到20毫米这种尺寸的石子，送货的商家呢只能送到前院，所以我们需要手动的一车车搬到后院，然后铺上。我找了一个小的手推车和塑料筐，可以很方便的运送石子。铺到防草布上的过程超级解压，下方乱七八糟的泥土瞬间就变成了干净整洁的石子路。这个石头看上去白花花的，有点亮眼，它是因为运输的过程中沾了很多那种小的石灰。我准备先给它浇点水，看看这个颜色的变化。哇！颜色一下就不一样了，一下雨的话应该会变得更漂亮。小路的侧面因为之前种了几组奥斯汀玫瑰，防草布也在这边留了缺口，铺上石子之后也显得更加好看了。最后我们在石子路上还放了一些之前工程留下的小石板，作为垫脚石的同时也标记这个小路的走向。在快要做完的时候，我们的青石子稍微有一些不够，后面需要再买一些。但因为这一块不是特别着急，所以这一部分就留到后院改造的第3期了。现在我们第2阶段的后院改造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。这边一些花已经种上了，像这边种了风车茉莉，希望它可以顺着这个架子从这边继续往上爬。这边也种了一棵，那里还种了一棵。我们的草莓种在盆里面，绣球花，然后薄荷、香菜。这边玫瑰也已经开了，像这一株和这样的，这边是另外一株奥斯汀玫瑰。后院的最后那一块，也就是我们第3也是最后一阶段的工作了。这棵树我是打算把它处理掉，留大概2米高的位置，然后做成一个猫爬架。这一侧还会做一个3乘3米的小屋，作为我的工具房。最后面剩下这边一小块呢，我们作为保留这后面这一棵枫树，把我们那边的一些花种到这边的地上来。不过这第3个阶段呢，可能会拖得比较久，因为夏天已经到了，我已经计划好了很多的户外活动。我们这个改造视频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所以想继续关注我们后面改造项目的小伙伴，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